大家好，今天來介紹使用 Templator Hotkeys 來建立 Obsidian 自動化腳本的一個方法。以前在 Obsidian 裡面建立的腳本，我通常都是使用 Quick Add 來制作，但是最近學習到了使用 Templator Hotkeys 來制作腳本的方法。那透過這個方法可以比 Quick Add 呢簡單很多。以前的 Quick Add 我們需要去制作劇集，然後再撰寫 JS 的腳本，再去做一個 Capture 的 Choice， 最後才能夠把它給搭建成腳本來操作。但是使用了 Templator Hotkeys 以後，它的程序就變得簡单很多了。以下我先簡單的介紹一下使用 Templator Hotkeys 来寫腳本的程序。首先當然就是必須安裝並且啟用 Templator 外掛。那只要有了 Templator 外掛以後，在 Templator 外掛的選項裡面呢，就會有一個 Templator 的 Hotkey 可以讓我們來做註冊腳本的工作。第二個步驟就是去新增一個 Templator 腳本的一個 MD 檔那也就是我們直接在 Obsidian 裡面直接就可以寫 Templator 的腳本不必使用別的程式編輯器來寫.js 的腳本檔，只要直接透過 Obsidian 就可以來寫了。第三個就是要到 Templator 的選項裡面去新增剛剛寫好的腳本，要把它給註冊起來。經過了註冊的動作以後，這個腳本檔就會變成是 Obsidian 的命令了。因此我們點擊了 Ctrl+P 以後，就可以在命令面板裡面找到剛剛新增的這個 MD 檔，然後就可以直接在命令面板裡面來執行了。更方便的方法是為這一個腳本命令設置一個快捷鍵。那這一次我就簡單的介紹了4個範例，讓大家可以很輕鬆的就知道這一個 Templator Hotkeys 到底變得有多麼的簡單。在這邊3個範例介紹完以後，最後面再來介紹如何使用 DataView.js 來查詢所有的命令的代碼。有了這個命令代碼以後，我們就可以來產生 Templator Hotkeys 的選單了。在正式開始之前，會先建議大家把所有的腳本檔把它改成跟其他的模板檔的檔名能夠做區隔。我的腳本檔全部都是用 CMD 減號開頭，因此我在註冊腳本的時候，只要輸入了 CMD 減號，就可以把這一些可以執行的模板檔就可以找出來。另外如果說你的腳本檔在執行的時候發生了錯誤的話，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它給複製成.js 的檔案，然後把開頭跟結尾的這幾個符號給刪除掉，再用 VS Code 來檢視。如果你的程式碼裡面有錯誤的話， VS Code 就會幫你檢查出來。修改完畢以後，再把它給複製回原來的.md 檔。這個是在正式開始之前的2個建議。第一個範例就是在 YAML 區插入筆記的種類，這個筆記的種類我列了有下面這幾個，我們來看一下範例。打開了一個筆記以後，在它的 YAML 區裡面，在這個地方我只要按下這個命令，我已經把它匯總到命令功能表裡面了，我就直接來執行它。我就是執行這個 YAML 的 type， 它就會彈出這一個視窗，那我們就可以選擇你這一篇筆記它的種類到底是什麼。假設我是永久筆記，點擊了以後，它就會自動插入 type 這個欄位，然後它的值也是直接設定成永久筆記。簡單的來看一下這個範例它是怎麼寫的。首先先定義一個 JSON 的物件，這個 JSON 的物件組成了所有筆記的類型，冒號左邊是 key， 冒號右邊是 value， 它就形成了 key value 這樣子的一個組合。透過 object.keys 把所有的 key 全部取出來，也就是冒號左邊這一些就會儲存到 keys 這一個陣列裡面。接着再用 tp.system.suggester 來產生出選單。有了這個選單以後，就來選擇，選擇完就會儲存到 key 這個變數裡面。接着再取得編輯器的物件，這個就是編輯器的物件。有了這個編輯器物件以後，就可以先取出目前游標所在的位置，這個 position 呢就是游標的物件。接着再用這個編輯器的 getLine 取得游標所在這一行的內容，再把這個內容加上筆記的種類，然後最後再用 editor.setLine 把它輸出到游標所在的這一行，這樣子就可以把指定的 type 冒號的 YAML 的欄位寫入到 YAML 區這個欄位裡面。那這個就是很簡單的第一個範例，這邊的程式碼都會放在解說文章裡面，請大家需要的時候自己去拷貝。第二個範例就是從選單去插入 callout 的區塊，這個在以前都有用 Quick Add 制作過了，但是我們現在就是用同樣這個程序，使用 Templator Hotkeys 來建立。首先就是先去產生一個新的檔案，然後把所有的 Templator 的腳本把它寫起來。我现在在這個地方，這個就是我的 CMD 減號 callout.md 這個檔案。一開始也是去
形成一個 JSON 的物件，它有左邊的 key， 右邊的 value， 接着在後面用 keys 呢取得冒號左邊的 key 值，再用 suggester 彈出一個選單讓使用者選擇，使用者選擇好以後再取出它的 value 的值。那因為我这個 value 要把它拆成左邊的英文跟右邊的中文，因此後面就用 index of 去找出逗點的位置，然後再把逗點左邊跟逗點右邊分隔出來，最後再用大於中括號的這個寫法彈回 callout 語法。那這個就是很簡單的使用 template 的腳本來寫的 callout 的一個方法。我們來執行看看。現在在這一個檔案裡面來執行這個 callout， 先彈出視窗，選擇了以後再組成需要的 callout 的語法，這樣子就形成了 callout 的語法了。這個就是第二個範例。第三個範例就是把文字的段落讓它自動產生成畫布的卡片。我們現在找到一段文字，就是這邊區塊跟區塊中間要有一個換行的符號，就把這5個標題給圈區起來，然後再按 Ctrl P。找到 cmd insert into canvas.md 這一個檔案，這個就是命令的腳本檔，點擊執行，它就會開啟 test.canvas 畫布的檔案，同時把我們剛剛選取好的內容貼進來了，它自動就產生進來了。那產生進來以後，就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再去加線。這個只是做簡單的範例，如果你要做得更自動化，就是連這個線應該都可以同時產生出來。透過這個文字段落產生卡片，就可以節省輸入卡片內容的時間了。這個就是先介紹了這3個範例，接着介紹的是使用 DataView.js 把所有 Obsidian 裡面可以使用的命令全部列出來。如果用了這個 DataView.js 以後，它就會把 Command ID 全部都列出來了。第2個欄位是它的描述，第3個欄位是它綁定的快捷鍵。有了這個命令代碼以後，就可以使用 Execute Command ID 的方法來執行一個特定的命令了。這個 DataView.js 直接從我的解說文章裡面複製過去，直接在任何一個筆記檔裡面都可以執行了。我現在是把它放到 List All Commands 這一個筆記裡面，這個就是剛剛講的 DataView.js 的內容，它就會把所有的命令全部都列出來。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Template 的命令，它是照英文字母順序排列的，你必須要找到 Template， 在這個地方可以看到 Template-Obsidian -010-Templates/cmd-callout.md， 这個就是剛剛加的 callout 的腳本檔。接着就是要把剛剛的這幾個指令把它組合成一個命令選單。這個命令選單也非常的簡單。首先就是建立一個 JSON 的物件，冒號左邊是 key， 冒號右邊是 value。這個 value 其實就是剛剛講的命令的代碼。只要把這個命令代碼全部輸入到 JSON 物件裡面，最後就可以用 app.commands.execute command by ID， 然後指定執行這一個命令的代碼，就可以來執行某一個命令了。那這是一個很方便的一個功能。所有在 Obsidian 裡面的命令都可以透過這個 execute command by ID 的方法來執行。它執行的樣子就是像這個樣子。我把它綁定到了一個快捷鍵，我只要點擊這個快捷鍵，這個視窗就彈出來了，我就可以直接執行我需要的任何一個命令了。這個就是今天介紹給大家透過 Template Hotkeys 來簡化 Obsidian 自動化腳本的操作的程序。這個腳本做好以後要來註冊的話，就是在選項裡面找到 Template， 然後進入它的選項設定，在這裡面呢就有 Template Hotkeys 的設定，只要從這邊點擊 Add New Hotkey for Template， 就可以在這個裡面來選擇你要執行的任何一個腳本了。假設我要執行一個新的腳本的話，就只要找到它。假設要執行這一個，選擇到它，這樣子它就已經變成是一個命令了。只要是命令，你就可以在快捷鍵裡面去綁定快捷鍵給它使用。你也可以點擊這個加號來綁定一個快捷鍵，只要這樣子設定就可以了。然後還有一個重點就是這個 template 的設定裡面會需要一個模板的資料夾。剛剛講的所有的模板的腳本檔全部都要放到這個資料夾裡面，在這個地方它才能夠找到你的模板的腳本檔。所以這個要請大家特別注意，你的資料夾要設定對，然後在這個選單裡面選擇好，你的命令面板就可以找到這些所有的命令了。所以我們按 Ctrl P CMD 減號，這邊就是已經註冊好的所有的腳本檔。今天就介紹 Template Hotkeys 的一個做法，下次有機會再為大家多介紹一點其他的一些腳本的範例。今天介紹到這邊，如果你覺得我的介紹對你在使用 Obsidian 有幫助的話，請記得訂閱、按讚、分享，謝謝各位。